李诞，你那些钱怎么挣来的？你心里没点数吗？一派胡言啊，那可不是一点数。太邪恶了，太邪恶了！李诞，30岁挣那么点数，难道你心里不愧疚吗？一派胡言，我怎么会不愧疚呢？我20岁就应该挣这么多个。太讨厌了！一个人崩溃的时候，可以唱山歌，可以海豚音骂人，骂累了想砸东西，拿起来一看，哇，这个好贵，2000块钱，赶紧换个20个。要是很多人看着你，你好意思换吗？当时那个视频的底下是铺天盖地的一句话，叫“姑娘，祝你生日快乐”。如果崩溃是世界末日，那么释放它就是一场重生。当你崩溃的那一瞬间，那就是你崭新生活的生日。每一个把自己的崩溃不再隐藏的人，都值得那句“祝你生日快乐”。好，欢迎大家回到由京东独家冠名播出的《奇葩说》第7季现场，让我们欢迎女神宋丹丹老师。康永哥，你曾经那么力劝我请丹丹姐到《奇葩说》现场，对，结果经过上一期的你被暴虐以后，你有后悔这个选择吗？我被骂的当下很后悔，有人在旁边大吼一声“一派胡言”，我就整个就瓦解了。所以后来回去重新自己心理建设啊，觉得要勇敢的面对丹丹姐。我们刚才提到一派胡言，这就是我们在网络上你会碰到别人教育你的那句话，你心中充满了这4个字，他往往说不出来。我们请这个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的蛋总来跟我们，一起来玩一玩这个游戏，好吧？嗯，来了啊，李诞，你那些钱怎么挣来的？你心里没点数吗？一派胡言啊，那可不是一点数。太邪恶了，太邪恶了！李诞，30岁挣那么点数，难道你心里不愧疚吗？一派胡言，我怎么会不愧疚呢？我20岁就应该挣这么多个。太讨厌了！李诞，人丑就要多读书。一派胡言。哎呀，这个有点反驳不了。自己讲的反驳不了了。这个我帮你反驳，一派胡言，是读书了才变丑的。刘教授，你为什么会觉得人是读书才变丑的呢？我是讲李诞这个个案。我们觉得在您身上，我们看到了共性。丹丹姐啊，我只是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一派胡言，男人都犯过了，你怎么还犯了？能不能换个错？康永哥，都是一家人，就凑合着过呗，那么较真儿干嘛？一派胡言，一家人怎么可以一起过呢？这个是一派胡言，这个是一派胡言，好深奥这个太深奥。我忽然感觉后面想要讲2个小时关于一家人为什么要分开过的事情。丹丹姐，哎，女生一幽默就不性感。一派胡言，我一生被聪明的男性喜欢和追求，是因为我有幽默感。哇！我们要专访了啊！啊，所以你刚刚讲那个聪明的男性追求你的，讲一个例子来听听。这咱们不能让丹丹姐说名字，说她的血型星座就行。您碰到过一个天蝎座？啊，有一个。太配合了。对，2个天蝎座的，一个。
你算了多久？你刚刚是走过了500人的名单吗？你们是一个太庸俗的节目了。对，我现在发现，而且每个人都睁大了眼睛等着听我把自己的隐私挖出来。我没有，我没有。因为你没有大眼睛，你这。好，来，我们感谢一下我们所有的赞助商啊，把你的想买的酒拿捏的死死的，逛超市真的爽爽的，感谢不负每一份热爱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奇葩说》，谢谢。来一程去一程，订机票就同城。本节目由藏在微信支付里的同城旅行联合赞助播出。无论梦想多奇葩，一口一口实现它。感谢美味的创造者康师傅红烧牛肉面首期特约赞助播出。帮，帮课上作业帮。哇，这句真的不好唱。感谢好成绩有人帮的作业帮直播课特约赞助播出。贝壳 VR 真是好，躺着就能把房整。感谢特别合作伙伴全是 VR 真房源的贝壳找房赞助播出。只要有它暖肚子，再也不愁过日子。感谢暖富黑科技，好暖的苏菲好暖卫生巾行业赞助播出。找工作上前程无忧，会前程无忧。感谢代理前程无忧的前程无忧行业赞助播出。谢谢我们所有赞助商。来，我们看看本期辩题是。还有1分钟，老板还没出现，今天铁定不加班。哦耶！你们知道吗？我已经几个月没有回过家了，我的爸妈还在家里等我呢。爷娘做饭。你们知道吗？我健身卡已经办了1年了，我上次见教练是1年前开卡的时候。今天我一定要，教练，我今天肯定来。你们知道不？我已经结婚3年了。So， 我老婆还没怀孕呢。哦。喂，老婆，今晚等我啊，我给你补课。闷骚。现在时刻晚7点整。走。 Surprise！ 兄弟们，2020年关将近，纵观这一年，我们充满了挑战，也充满了机遇。老板说人话。今天啊，甲方刚刚给我发来了最新款的修改意见，哎，我决定咱们今天晚上排除万难修改方案，能做到不？哎。 都把你们崩溃的情绪收一收哈！你们看看人家隔壁的京东超市，目标就是要做到行业第一。你再看看咱们都成了什么样子？哎，亏我还在京东的年货节给大家办了年货呢，这里面真是要吃有吃，要喝有喝，给大家补充一下能量啊！来，让我看看你们迸发的工作激情。爹，娘属孩儿不孝。教练，你再等等我吧。老婆，今晚改上自习了。非常好，很开心呢。作为这个团队的领导，我今天晚上陪你们一起加班，加油啊！好好干。呀，这年轻人，哎，真带劲儿啊！带劲儿。老板，你知道我已经加班加了几个月都没有回家吃饭了吗？我已经瘦成人干了。瘦。我减肥1年胖了20斤。今天坐地铁的时候，有一个帅哥给我让座，他以为我是孕妇。孕妇？我媳妇3年没怀上孕，她多想成为一个孕妇兄弟们，都是成年人，把自己的情绪稍微收一收。来，大家跟我一起喊个口号，给大家加油鼓劲儿啊！好，
创业的路啊，哎呦哎呦，好辛苦啊，哎呦哎呦，汗你的流啊，哎呦哎呦，血你的土啊，哎呦哎呦，财务自由，哎呦哎呦，就有分红了，哎呦哎呦，可劲儿造啊，哎呦哎呦，加油干吧，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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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幕黑了，黑了。疯了！我谁把电源给踩了呀？我的资料都没了，好崩溃呀！谁来救我？谁来救我？谁来救我？没事，我来救我们。怎么救啊？种一点资料，明年就长出来。挖个坑啊，埋点土啊，种个1、2、3、4、5啊！1、2、3、4、5，上山打老虎，2只老虎，2只老虎，逃得快。你是没有文件，你是没有资料，都给我停！这样吧，咱们下班立定1、2。哎，不仅要下班，我还要犒劳大家。今天晚上我请客啊，咱们 KTV 团建，搓澡一条龙，好吧？虽然我是你们的老板，但是私底下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嘛，让我们一起嗨起来啊！等一下，对呀，我有几句心里话想跟家人们说说。今天正好有时间，我想回家吃饭，我爸爸还在等我呢。哎，赶得够！赶得够！老板，我也说几句心里话。我想去健身房看一些真的男人。哎，赶得够，2，拜拜。那你就是嘎得够思睿呗？不，老板，说句心里话啊，我老婆已经在京东超市囤母婴用品1年多了，很精明嘛。她已经 totally ready 了，透的了。作为男人，你懂的。我懂，就是不想去呗，那我就省钱了。来，小李啊，那个你把我订的 KTV 包间取消吧。啊，不是朋友不喜欢，是我没朋友。我要这一夜市值的公司有什么用啊？我崩溃了啊！我是一只小木偶，我从来都没有朋友，没朋友怎么办吧？重一点吧，挖个坑，埋点土，数个1、2、3、4、5。你个大老爷们儿，一天到晚疯疯癫癫，不知道在干什么。大老爷们儿怎么了？大老爷们儿不能有情绪，不能崩溃吗？呀！你看这么多人都看着呢，你崩溃你藏一藏好吧，回家崩溃去。我藏不住了，还让我藏，都看热闹是吧？好，我给你们出一道辩题，说成年人的崩溃到底需不需要隐藏起来呢？啊！成年人的崩溃要不要藏起来？要藏按红键，不要藏按蓝键，请投票。5、4、3、2、1，六四开。韩勇哥，成年人的崩溃，咱们要藏起来吗？我等丹丹姐决定，我就跟她反着了。好，那我把你们2位留到最后啊。薛教授，成年人的崩溃，咱们要藏起来吗？正方是吧？要，那我就不要。薛教授，您曾经崩溃过？我觉得没有，好像。这就是藏起来了，是吧？上一次崩溃是很多几十年前了，可能。人最可怕的就是骗过自己。蛋总，以你对薛教授的了解，你觉得他上一次崩溃是？就是乎第一次奇葩说我没在，他就崩溃了，给我发语音，你看，这么不敢。刘教授崩溃了以后，要不要藏起来呢？不要。好，那我们就看丹丹姐啊，成年人的崩溃要不要藏起来？我觉得这个题不太成立，因为能藏起来的崩溃叫崩溃吗？对，是。所以丹丹姐说这题不成立，我们就录到这边吧。谢谢大家。我就算答应了，京东超市也会崩溃的，对不对？就是丹丹姐啊，简单的一个题，成年人的崩溃不要藏起来，因为藏不起来，能藏起来的不叫崩溃。哎呀，好，我感觉丹丹姐已经结辩了呢。康勇哥，那为什么要藏起来呢？因为丹丹姐说不藏，所以我要藏起来。
来，看一看啊，辩论双方是。我们这个队的队形叫整整齐齐。我高中英语，我高中历史，我大学法律。我们的队伍名称是三人行，因为三人行必有我师。3个中年男性，3个老师，没有走出象牙塔，看看这个世界，我们多丰富啊！我们3个年纪正好是，哎，也不能说老中青哈，那谁是老呢？就是我们代表社会更广泛的声音嘛，我们是。我给他们起的外号就是因为食坊嘛，他们是藏，1藏、2藏、3藏，所以他们是唐三藏队，简称三藏队。藏3藏，那他们就是1崩、2崩、3崩、3崩子队。你跟我想的一模一样。我特别想跟我的对手说，今天我们的核心目的就是在场上打到你们崩溃，然后让你们藏不住。你们的情绪也不能释放，你们非常可怜。但是不管你们多可怜，我待会儿都会疯狂的撒盐。哇塞！你们看过这个？你3蹦子队要注意，3个轮很难开，容易翻哦。这样自行车就好了。反方3位呢是40票，所以反方先开始。来，反方1辩，请开始。首先，各位，我们先来厘清2个词哈，藏和崩溃。崩溃在字典里面的意思叫彻底的失控，但凡你还能控制，它都不叫崩溃。你说你崩溃了，然后你摔东西你就挑便宜的摔，然后你摔手机只摔别人的手机哈，你那不叫崩溃，你那叫表演崩溃，那是欧阳超的崩溃啊。而且我们再说藏，你要藏一个东西，你至少得能控制它吧？你说你都失控了，我怎么藏啊？这就好像地震来了，你也不跑，你就双手按着地面说，只要我晃动的足够快，一定能抵消它的震动。神经病嘛，这不是啊？而且你想想看，崩溃这个事儿，它就在一瞬间啊，你那个迹象是会被别人看到的呀。那你咋给别人解释嘛？啊，你夹着加着班，突然流泪了，然后你同事问你怎么了？你说我给面部补水呢。然后你打着车突然哭了，别人说这你怎么了？你说哎呀，你开的也太好了啊，你还能走辅路呢。这个东西你就没法藏，你藏哪崩。你想想看啊，我们藏到磁带里，它就变绷带啊；你藏到光盘里，它就变崩盘；你藏到床底下，它就变崩床，崩得你一宿睡不着，嗷在那大哭。第2个点很重要。崩溃就是告诉别人你的极限在哪儿，就跟喝酒是一个道理。喝酒的时候如何防止别人再继续劝酒？很简单，一个字儿，吐，是吧？你说再多喝不了了，没用，吐，是吧？你就把这个技巧用起来嘛。你领导已经让你改了10几版 PPT 了，然后说要不然今天晚上加班再改它几版，你当场就崩溃，那就做不了了哈。而且你崩溃的时候还吐在了键盘上，真的做不了了。老板一看说：“这你怎么哭着叫着像个孩子在胡闹啊？”你说：“因为我还是曾经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老板一看这歌都对上了，这还加啥班啊？小李改吧，小李老藏崩溃，小李活该。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坚信成年人的崩溃，他就不应该藏起来，你才能正确的去看待那个不小心崩溃了的人。你看到一个人崩溃的时候，你应该知道，这是他自己在进行内心的重建和释放。在这一切之后，他会以崭新的面貌再重新面对这个生活。我们看待一个人的眼光越正确，这个世界才会变得越温柔。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在网上那个姑娘哭崩了的视频。那天是姑娘的生日，她自己打车下班回家，然后在开到一半的时候，领导通知她回去继续加班，姑娘当场就哭了。姑娘说：“我已经加班了半个多月了，完全没有休息啊！今天也要加班吗？今天是我的生日啊！没有任何一个人来祝我生日快乐，只有银行给我发了个信息，他说生日快乐。现在他们又要我回去。”各位，我不知道你看了那个视频之后，你心里会是什么样的感受？你也许会觉得特别的心疼，你心疼这个姑娘太不容易了。你也许心里会特别的悲哀，我们的世界到底怎么了？需要把人累成这个样子吗？
你也许心里是难过，那份难过也许是替自己难过，因为这个姑娘让你想起了同样也是很久没有休息，内心早已崩坏的我们自己。但是你们会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认为这个女孩她就不该哭，成年人应该把自己的崩溃藏起来，要哭你回家哭去好不好？如果真的有这样，麻烦你先把自己藏起来。我们不会那样想，因为我们都是温柔的人。正因为有了我们这样的人，当时那个视频的底下是铺天盖地的一句话，叫“姑娘，祝你生日快乐”。如果崩溃是世界末日，那么释放它就是一场重生。当你崩溃的那一瞬间，那就是你崭新生活的生日。每一个把自己的崩溃不再隐藏的人，都值得那句“祝你生日快乐”。哇哦！漂亮，漂亮，漂亮！来来来，正方一辩，正方一辩，严文凯，有请。我们这道题目讨论的是崩溃。崩溃最早用来形容堤坝，他说洪水冲垮了这个堤坝，这是最早物理意义上的崩溃。可就像洪水冲垮堤坝不会跟堤坝打招呼一样，这个情绪的洪水冲垮我们的心理防线，它不用经过我们的同意。所以今天这道题目，刘洋教主完全跑题的地方在于，他讨论的说的是我们不让人崩溃，没有这个意思。这道题目讨论的不是成年人要不要阻止自己崩溃，要不要憋住自己崩溃，不是。讨论的是成年人要用什么样的姿态来表达崩溃。你在崩溃的那个时间节点，你什么样的姿态才更像是一个成年人？这是这道辩题要讨论的话题。藏起来和不藏起来，它代表着两种不一样的求助的模式。我们可以同意崩溃的人本人是很脆弱的，他现在很需要帮助。但如果他就像你讲的那样，在办公室大吵大闹，当街的去跟大家表达自己的崩溃，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经常这样做的，但是成年人不会这样做。我推荐大家用的是什么方式呢？你找到一个知己，一个遥远的朋友，他能够理解你，把你的崩溃自由地告诉他，然后让他真挚地理解你，这是不是更有效的关心呢？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这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这意味着在崩溃的时间节点，在你的情绪已经垮台的时候，你还为自己从洪流当中救下来了一件东西，那就是一点点的理智。你还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在等着我，你还知道我需要的是真挚的关爱，有效的关心，这是第一点。成年人和小孩子的另一个区别在于，成年人他是要背负责任的，而责任是不会因为你的情绪崩塌了，他就突然终止的。我过去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是一个学民航飞行的飞行学员，就是俗称的就是飞行员。请问不俗称的名字叫什么？俗称的就是飞行员。所以我在看电影《中国机长》的时候，会有特别深的感触。我们知道那场四川航空8633的空中的险情，突然爆裂的风挡，半个身子飞在外面的副驾，零下40-50度的酷寒，到处响起来的警报灯，背后119个仓皇失措的乘客。你说机长他不崩溃吗？他也会崩溃的吧？他在塔台当中的声音平静的，就像在描述其他人的事情啊，我风挡裂了，就是这样。在采访当中，他说，其实当时我心里想的是，完了完了，这下一定完了，这是他脑子里想的事情。可是，在那个时间节点，他的选择是什么？他要对得起自己身上这身制服，他要选择在那个时间节点，把自己最本能的那些真挚的崩溃的情绪，要掩埋在制服之下。他得对得起机长肩章上代表责任的那第4条杠，这才像是一个成年人应当具备的形象。当然，我知道大家觉得我讲这些给大家很多压力，我都已经崩溃了，对吧？我还要想这么多，好辛苦。但我觉得对于成年人来讲啊，崩溃不仅要隐藏，它还应当要收藏。你看到崩溃，你从崩溃的洪流当中为你自己抢救下来一点东西，可能是一点理智、一点责任感，这些东西会留在你身体里，它会成为你的一部分，它会帮助你抵抗下一次的崩溃，它会让你变成一个更强大的人。我看过一个关于成年人的非常棒的描述，它出现在《孙子兵法》里。他说：“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
这是他们描述的成年人。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从这洪水一般的情绪当中，给自己留下一点点宝贵的东西吧，因为它会让你抵抗崩溃，远离崩溃，最后我们告别崩溃。谢谢各位。可以。严文凯，我先提醒你一下，就像你们这种俗称的飞行员，正式官方称呼叫孙悟空吗？我们叫飞行学员，因为拿的是学生执照，所以对外不能称飞行员，这是有纪律的。李诞，就是你代表一个脱口秀演员，你要去提携一下严文凯的话，会是什么？我没有，我很欣赏小严。这就是属于把崩溃藏得非常好的。你作为反方，你没有什么要跟小严进一步沟通的空间吗？没必要。你要不拧过来吧？就是同样跟你站在反方立场的刘擎教授就不会这样。对啊，你说的那个不藏是假的，因为藏和不藏是不对称的，藏只有一种方式，不藏有很多种方式，包括找一个远方的或近处的好友，跟他分享，和他交流，这就叫不藏。这就叫藏，我们觉得。所以你是偷换了。在当街上对，这边猜题的时候要敏感的发现他们改换了论题。是，我觉得是您在改换论点吧？就我没有当街撒泼，我选择了一个人去藏只有一种，这不叫藏吗？Hayden 的原意就是不对任何人显露，只对自己。那我然后不藏。您如果说一句话，不带加英文的好不好？那我的银行卡密码只告诉了我妈，我在遗嘱里告诉我妈了，这叫藏还是不叫藏？那叫不藏，对啊。这叫不藏，就告诉当然不藏，这叫不藏。那我们就输了呗，您要这么打，告诉一人就不然我们回家得了。对。不，我就是说这个题目它本身有一个对反方的优势，藏和不藏是不对称的，藏只有一种，不藏有无数种。刘教授，藏只有一种是你讲的，在奇葩说不算数的，你讲的如果都算数，我们还辩论什么？我很喜欢这种群起而殴之的这种感觉。臧鸿飞不用依照刘教授的定义来定义你的题目啊，当然不能，你可以定义你的题目。您放心，目前还都在射程范围内啊。就是马东老师他叫我说你该说些什么吧，我怎么不说呢？刘老师，哎呀，新导师来的，就是。我之前被他害了2季，我才学会了，别理他，他说什么你就没必要，没话说，没事，你理他干什么？你早告我呀！我爆了那么多隐私了，感觉可以不理他的。姐，别听他们的，别听他们没有职业道德。好，来反方2辩，这样王磊来有请。当时看到这个辩题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对面的3个人当中有一位是藏崩溃这个持方的天选之子，就是对面的飞哥臧鸿飞。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藏和脏最开始是一个字儿。那什么叫藏呢？就是让人看不见。扣钱，对吧？那怎么才能看不见呢？巧了，脏字在甲骨文中的字形，就是用刀把眼睛戳瞎。你都瞎了，你能看见啥？你是直接藏起了整个天下。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说崩溃是什么？有山有水的吧？崩如山体坍塌，溃似洪水无涯。面对这样的山崩海啸，而对面的3位却告诉我们，不要去抗衡抢险，直接选择戳瞎双眼。那这种鸵鸟精神，我觉得连鸵鸟见了都觉得你是真内行。我们刚才刘老师也说了，所谓的崩溃就是情绪和理智的彻底的失控。我觉得它是一场命运对我们发起的闪击战。那我给大家讲点历史故事。美国有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叫理查德·费曼，他在2战期间呢就参与了曼哈顿计划去研制原子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最爱的妻子艾琳不幸因病去世了。那当时费曼忙到连掉一滴眼泪的时间都没有。他以为他的理智可以控制这些，但是1个月之后呢，
他偶然路过了橡树岭边上的一家百货商店，他突然看见了那个橱窗里挂着一件连衣裙。这个时候，他就突然间想到，哎，如果这件裙子穿在艾琳身上，一定很好看。然后他当场就崩了，他对着那个橱窗嚎啕大哭。他藏了吗？他没藏。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崩溃。就像文凯说的那样，它是一个没有预警的。当它来袭的时候，你根本藏无可藏。大家想一想，我们的历史是不是一直告诉我们，好像说，哎，我们很推崇一种品质，叫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同学们，泰山都崩了，你还能色不变？你怎么做到？几千年来一直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卧薪尝胆，我们要君子报仇，10年不晚。可是问题来了，我们从来如此，可从来如此便对吗？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古人他没法选，在古代你别说暴露你的崩溃了，你就是表情管理稍微差一点，你就没命了。《史记平准书》里记载，汉武帝时期有一个著名的酷吏叫张汤，他给一个人安了一个罪名叫腹诽。什么叫腹诽啊？就是你嘴上虽然没说，但是你的表情证明你心里在骂娘，那你就必须死。但是我们今天不再生活在那个丛林里，我们可以放心地展露自己的崩溃，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充满着善意和安全感，并且它变得越来越温暖，越来越包容啊！我们要学习的是古人那种永不放弃的精神，我们学习的不是那种变态的情绪管理。在今天，你可以放心地展示出你的崩溃，你不是软弱，你也没有错。我特别希望能从我们这代人开始，教会我们的孩子，也说服我们自己，崩溃了藏那是逞强，崩溃了不藏那才叫坚强。因为真正的勇气就是即便我们痛到崩溃大哭，怕到浑身颤抖，我们也会坚定地迈出人生的下一步。谢谢。你们是要摔跤吗？还是怎么？好，那现在我来吧。好，正方2辩。要崩先忍住。为什么这是一个数码科技时代会被拍下来做成土味视频？而且现在的土味视频还给你加上 BGM。今年最时髦的大家都知道，新裤子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在互联网反复播放。我都崩溃了，在家养了几天，好不容易好点，说上街上走走吧，一边走一边刷手机，哎，怎么全是我呀？又崩溃了，又崩溃，又没藏住，又被拍下来了，又配上新裤子，又传上去了。你一看又崩溃了，这叫什么？崩溃版套娃新裤子限定版。人家一边刷还得说呢啊，你看看，你看看，在崩溃面前，没有一首新裤子的歌是无辜的。而且啊，他们一直在说崩溃藏不住。哎，你们今天可来巧了啊！一会儿即将有一个成年人给你们表演崩溃怎么藏住。这个演员就是我们6个人中的一个，因为我们6个人中有1个人要被淘汰。我们从1000个人打到24，每个人都想再进一轮，一淘汰肯定崩溃了。但是他会给你表演成年人怎么藏起来，他心里怎么想的啊？他心里，我淘汰我，你们听没听我变？你听没听啊？啊，懂不懂什么叫变？懂不懂啊？选我这6个人里我是最差的，疯了吧？这什么破规则？这是什么规则？这儿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能走到这里，我已经很开心了。感谢《奇葩说》这个舞台，就是我。谢谢马东老师，你仔细看，苹果肌都直抖。你说马东，谢谢马东老师。这里不是我的终点，《奇葩说》即将是我的起点。心里想，淘汰了就是终点呀，哪还有起点？一个上午都没见，让我淘汰了，神经病啊！谢谢大家，再见，再见，再见。
管怎么诡辩，一会儿大家会看到一个人用事实说话。成年人崩溃怎么藏起来？太棒了，这个而且而且大家想过吗？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奇葩说这么多年，那么多人哭过，那么多人崩溃过，在这个舞台上，就在这儿，这只是一个娱乐节目，这个就很有意思。大家想一想，你的崩溃，我的崩溃，对于咱们自己是一座山，但是对于其他人，可能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咱们都这么惨，咱们要不要先忍一忍，找合适的时间地点，找合适的人去崩溃，小心翼翼的来做这件事，不好吗？好，第3个点，因为我想我作为一个中年人，我也崩溃过几次，我应该很好能写这道题，但是我在电脑前面坐了3天，我一个字都没写出来，我就很诧异，这是我的崩溃啊。为什么我回忆我的崩溃，我却无法如实的把它写在这张纸上呢？我就绞尽脑汁的在想那个感觉，有的时候觉得像你整个人都被抽空了，有的时候感觉像溺水，有的时候感觉你心里压了一块大石头，你怎么都喘不过气来。但我就想，如果我作为一个当事人，我连对我自己我都无法如实的描绘那个场景，在我崩溃的那个极端情绪中，我怎么能把我的情绪告诉别人？我告诉别人，谁又能听得懂呢？崩溃是什么？就是大概亲人离世，感情破碎。为什么崩溃了呢？就是我们用尽一切方法，但是我们解决不了了。这时候你还能做什么呢？就只能默默等它过去。你自己一次一次跟自己说，你自己抱着自己说会过去的，不管多难，它一定会过去。我当时毫不犹豫地选了这道题，因为我看到这道题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直在有一段旋律是我特别喜欢的野孩子的一首歌。这首歌有一句歌词是：生活啊，好比那黑夜里漫长的路，走过的人，他从不说出来。他为什么不说？因为他走之前无人可说，他走过了也不用再说了。网上经常这么夸人，说他特别酷，他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我觉得也就还好，因为这就是幸运嘛，没挨过社会的毒打。我觉得成年人的酷是什么？我觉得在我心里，成年人的酷是出走半生，归来不发一言。所以这道题对我来说，不是成年人的崩溃要不要藏起来，而是我崩溃了，我可以藏起来了，我终于是一个成年人了。谢谢大家。好感人啊！反方七夕，我想问一下，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如果是你最在乎的人他崩溃了，你是希望他一直藏，还是说出来和你一起扛？你知道他们为什么爱崩溃吗？就是不爱听别人说话。我说了多少遍了，不是不让你崩，你崩爆米花也得找地儿崩啊，你不能随便崩。就是这么点事儿，3个人还在问我为什么不能崩？可以崩，就是找合适的人。找合适的地，请解释一下什么叫合适的人。我在办公室，我能不能忍一下？我再走5步我就出去了。我在街上哭，我能不能我咬咬牙我就回到车里了？你难过的时候跟自己说，再坚持一下就到家了，行不行？非要当街做手术，动物都知道找一山洞慢慢养伤，你要在当街缝针，是不是？怎么的？我觉得你这种隐藏没有意义，因为我们个体的崩溃是对整体的一个反馈。如果说外卖小哥不崩溃，我们怎么会看到那个他被困在系统里，并且反推系统的进步呢？外卖小哥不在街上崩溃，能让你天天这么嚼人家舌头吗？我什么叫嚼人家舌头呢？我是在报以善意啊！你善意都给人聊到综艺节目里了，还善意呢？又说打车崩溃，聊了人15分钟，是吧？还告诉他俩是善意，在一个这么搞笑的节目说了人15分钟，他俩善意。菲菲那一段咔咔咔咔咔的表现，哇，太精彩了！他那个都不是就是语言锤炼的段子，他那个真的就是发现生活的眼睛。刚才到底是谁七夕谁啊？就是臧鸿飞之怒，你知道吗？最后那个就是手一甩，这行了，你回去吧。
好，来，反方3辩，哎，熊浩有请。好，我们一个一个过。我们先来看文凯说的，他举的例子是警察，是飞行员，是医生。我自己做冲突解决专家，我们受过非常严重的关于情绪的训练，就是前面是有人崩溃了，他们可能完全厮打起来，你见的人群当中各种各样暴力在涌现的时候，我们可以不乱。但你知道我们吃过多少苦吗？我们要学多少东西，看多少书吗？职业人会被训练的隐藏情绪，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件事情好难对普通人。你们是飞行员吗？你们每天的生活是在开飞机吗？如果不是，为什么会用飞行员的标准来要求你不能够流露和一定要去藏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来，我们看第二个问题，是菲菲的问题。菲菲说：“你有别的方法，你有很多方法，你可以好好沟通，何必在现场就爆炸呢？对吧？”但问题是，这道题不是出给这种人的呀。我有很好的情绪缓解能力，我有很好的向上沟通能力，我可以把我的情绪自然去释放，他没这个困惑，各位。这一类人不属于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一定要合题，这是第二点。第三，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纠正，就是在对方的眼中，逐渐给大家一种暗示，就是藏才比较正常。我要跟大家说，藏不正常。你想想，你是孩子的时候，你是可以随意哭的。但你长大了，这个社会开始教你叫喜怒不形于色，叫色厉内荏，叫情绪要藏好，这是社会对你的重要的规训啊，各位。因为外部的环境，他不在乎你这个活色生香的人，他希望你是一个螺丝钉，嵌到一个巨大的机器当中，然后跟随这个机器永恒的去运转，然后他给你不断的提出要求，要加班，要努力，要996，他怎么会允许你哭呢？一颗会哭的螺丝钉会生锈啊，各位，他怎么会允许你生锈啊？回到今天这道题，说我的观点，我想说的东西并不复杂。今天这道题，我们刚才所有的角度是在讨论那个崩溃的人，对吧？他崩溃了，可能给周围造成了影响，怎么办？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角度，这道题不是问那个崩溃的当事人的，是问我们的，各位。我们恰好经过了别人生命废墟的现场，我们都是路过的人，我们陌生人，我们怎么选择？所以藏与不藏，是我们在2020年这个艰辛的时候，射向一个陌生人两种截然不同的目光。你想想看，在北京的冬天，如果有一个人心里面经受一些事情，突然就藏不住了，一下子就崩溃了，而这一切完全发生在你的眼前。此时的各位，如果抱持对方的观点，说你怎么能这样啊？你不是有更好的沟通方式吗？你要用击掌的方式来要求你自己啊！你怎么看他？你看他的时候一定充满了各种鄙视、苛责，觉得不可理喻。可如果你选我方呢？你觉得太难了。每个人的情绪到一个极致的状态，其实都可以被理解、被体谅。世界上又有什么事情不能被原谅的时候？你看向这个陌生人，眼睛里尽是温润的光啊！我们2020年今天这个题其实一点都不陌生，各位在互联网上其实看过各种各样人的崩溃的。有个快递小哥，他被误会了，被扭送到公安局，他说我一个快递就挣大家5毛钱呢，为什么你们要对我这样啊？说到这里掩面而泣。最近大家看到过那些租房的 APP 爆雷，这个被你看作家的地方，如果你经历过，你会发现一夜之间无家可归，更不要说在疫情当中失去他们至亲至爱的人们。于是世界一下子变得特别陌生而孤单，自己孤零零站在冬天的寒风里，你一下子绷不住了，一下子哭出来。而我们，就如刚才我说的，又恰好站在现场，各位，你这个时候怎么可以，怎么忍心说你怎么不藏好啊？各位，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永远不要在别人生命的废墟上冷漠地呼啸而过。其实说到底，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棒的温暖，其实来自于陌生人对我们的善意。在奇葩说的现场，我估计我跟绝大部分伙伴们可能人生中就唯一一次相逢，但我们有一些东西我们极为相似，我们紧密连接，我们不是都一起度过
艰难的2020年吗？我们一起穿越过这段至暗而幽深的时光。那能不能我们说好一件事情？我们在未来如果遇见的时候，我们对对方都是陌生人，都更好一点，因为我们需要别人给我们取暖，在他们善意的身上，我看见这个世界还有光。谢谢大家。正方三辩，傅首尔，来有请。来。今天啊，他们3个人只讲了5个字，叫“不要压抑”呀。我非常同意啊，我只是想建议你藏起来崩更尽兴。因为什么事儿人一多就特别影响发挥啊！我们一个人崩溃的时候，可以唱山歌，可以海豚音骂人，骂累了想砸东西，拿起来一看，哇，这个好贵，2000块钱，赶紧换个20个。要是很多人看着你，你好意思换吗？你不怕观众跳戏吗？对不对？成年人任何时候都要有保护财产的理智，藏起来崩溃万无一失啊！不能拿个喇叭喊，快来参观啊！因为一定会有人来。前几天1个月黑风高夜，我崩溃了，我没有藏起来，我选择了骚扰朋友。我给甜甜发微信，我说我崩溃了怎么办？她说养生呀，我们这个年纪的女性就是要多睡少吃。我一听哇，我真的完全相反，于是更崩溃了。我又发给李诞，我说我好难过。他说真的吗？哈哈哈哈哈！咱们俩的聊天记录你不要公开好吗？不要公开。我数了一下，一共9个哈，真情实感。这就叫什么？别低头，皇冠会掉；别崩溃，朋友会笑。人间就是这么真实啊！还有我最好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我最好的朋友是谁吧？老刘，一个不敢不关心我的男人啊，但是他睡着了。第2天早上我说你错过了我的脆弱。他说啊，一个被包养的人错过了最佳表现机会吗？我说是的。他说今年事业运好差。看看我袒露自己的结果，我得到了什么？我得到了一个真理：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成年人的崩溃不需要观众，你说不，我就需要。那你更得藏呀，因为若隐若现最引人注意。比如你有2个女同事，一个嚎啕大哭，把自己手机摔坏了，你敢劝吗？你不敢，因为你怕她摔你的手机。另一个躲进女厕所就再也不出来，不吃不喝也不破坏公物，你更担心谁？显而易见，对不对？还有这个辩题啊，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大家非常羡慕未成年人。我想告诉大家，大可不必，未成年人压力也很大。我儿子写作业说我要崩溃了，他爸说你哭呀，不哭不是男人。我儿子说算了，我坚持，长大了就不用写了。他爸说哼，长大了看别人写更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是个人崩溃就得藏起来，大人小孩都不容易啊。今天一直都在说有些情绪藏不住，是有可能。但是“要”这个字，是代表我的愿望，我愿意为之努力，因为我知道人崩溃起来都不可爱，我也崩溃过，山呼海啸，覆水难收。我告诉你们，只要我没藏住，没有一次不后悔。年轻时，我歇斯底里地质问过父母，也披头散发地羞辱过伴侣，说我真是瞎了眼。人到中年，我明白了，负面情绪一定要隐藏。我希望我这辈子无论再怎么崩溃，都不要对我儿子说出我怎么生出你这样的东西。这就是我愿意为之努力的原因。以前我总是想，为什么没人关心我？为什么没人理解我？为什么我要这么累？为什么我活得这么委屈？直到我做了母亲，我不再问自己这些问题，我开始学习。哪怕在外面风吹雨打，再苦再累，哪怕承受再多的暴击，再大的压力，也要在路上擦干眼泪，笑着推开家门。今天我拿到这道辩题，蓦然回首，我发现我学会的，并不是怎么藏起崩溃，我学会了怎么去爱别人。而
我不再要求别人必须关心我的时候，我反而得到了更多的理解和爱。最后，我想跟大家说，如果暂时做不到也没有关系。这道辩题里边的成年人并不是以年龄来划分的。小孩子心里只有自己，当然越想越委屈。但是当有一天你心里有了别人，有了比自己更重要的人，开始在泪水中体会到幸福，那才是真正的成年礼。谢谢大家。反方齐齐。如果你崩溃了，你会不会觉得孩子也会长大？他看到你的不容易，体谅，他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这是不是另外一种长大的方式？我不想用这个方式让他长大，因为我是这么长大的，我知道这样的长大不快乐。来，第二个问题，您刚才说的那些小的情绪当然是可以藏，但我觉得它不叫崩溃，你觉得呢？有人一天崩溃50次啊，你不尊重别人的崩溃吗？一天崩溃500次也叫崩溃啊，对不对？那这个题目就应该改成成年人的小情绪，闹别扭、不舒服，要不要该藏？那你来定义一个崩溃嘛？我刚才说到山呼海啸，还不够崩溃吗？对，对不对？山呼海啸怎么能算计这个东西砸的是重还是不重？是这个时间还是那个时间？海啸问过你吗？所以这是迎面而来、无法抵挡的力量，不可能算得那么清楚。你的意思是说，当我跟我儿子在路上遇到一个危险的时候，我崩溃了，我必须要把他挡在我面前，让他去抵挡这个危险，我躲起来。这个又是飞行员的问题，你有独特的使命，在法律当中，你甚至是有法律的责任，但这不是我们日常当中为人处事的常态。你刚刚说的职业训练，我都是不同意的。我认为人最坚强的就是意志，用意志绝对可以抵挡崩溃。但是我们就是因为现代人对这种意志被要求的太累了，我们想喘喘气。没有人要求正常情绪的流露，在今天应该被鼓励。不，我认为成年人应该为自己的选择承担代价。其实你说我们加班，这是不是自己的选择？你在这份职业选择中得到了快乐，为什么你不愿意承担这个代价？为什么要去撒娇？这就是小孩子，不是我们谈的成年人。来，这就是老板对你的 PUA 啊！老板说我天天让你加班，你怎么能不加呢？你成长了呀，你要承受这个代价呀，对不对？ PUA 你了吗 ？PUA 我们了吗？我们还不是上赶着在参加奇葩说吗？自己愿意的，好吧？好，我们进入下面这个环节，叫做自由交火环节，就是双方都可以就对方的观点和自己的观点进行随意的陈述或者提问。所以你们有什么火力，可以随便冲谁来，请。OK， 我觉得有一个数据非常值得肯定，这个数据就是中国至少有9500万抑郁症患者，他们就像正方说的那样，我想去找到一个想发泄的人啊，我想稍微去讨论讨论啊，我不知道哪个，所以到最后我就憋出了病，我的健康难道不重要？我觉得他们今天就偷换这个辩题，第一个辩题叫做成年人该不该把自己憋死，这个辩题我要怎么去打？第二个辩题叫我有抑郁症，我有生病，我要不要去看医生？这个辩题你叫我们怎么辩，对不对？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日常正常人他可能遇到的一些负面情绪和可能导致自己崩溃的状况。对，其实我也想回答一下这个韶儿姐，我为什么要举这个费曼的例子，是我亲身的体会。因为我在年初的时候，我父亲得了脑出血，在他那一刹那，我没有崩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没有办法，我所有的精力那根弦儿都绷紧了。当他那天脱离危险那天是大年30，我当时是想搬个小凳子，拿个小马扎，我说我们在 ICU 外面的门口，我们过完这个年好不好？但是那个时候疫情已经收紧了，我连医院的大门都进不去。在那一刻的时候，我才崩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弦已经紧到一定程度了。那我就在那个全沈阳最好的人来人往的那个大广场上，我就当场崩了。所以我坚定地认为成年人不要藏。我觉得对方讲了所有的事情，他们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崩溃了，你是很脆弱的，我们要关注他。不管是9500万的案例，还是王磊老师自己讲的感人的故事，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一切都来自于熊浩学长在结辩当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幻境。他说，人人都是那么温暖的。你真的没看过那些崩溃的短视频下面有多少恶意的嘲笑吗？没有见过吗？有那么多人在对他的崩溃玩出新的梗，翻出新的花样，我凭什么让这崩溃的人让他去赌这一把？他
他煮完这一把，如果他遇到的是世界冰冷的那一面，他怎么活？你们口口声声要保护的这些人，你保护在哪里呢？你根本也没有保护啊。我们要讲的道理很简单，就是我们看到下面那些评论越不堪，你我才越有变善良的使命。我来。哎，好，憋死了。说了特别多啊，说咱们要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这个世界应该谁去创造？让这些最脆弱的人去创造，还是你去创造？你咋不去啊？你让人家去？我咋没去啊？人家这么惨，人已经崩溃了，让人家去试一试。当然有可能未来有一天咱们会到一个所谓Paradise的美好世界，现在是不是不是？是不是？不是？你先告诉我是不是不是？如果现在我没问你那个是不是不是？啊，我要回答了。你如果现在越不是。我们就越要开始，让人家开始，人都崩了。我刚才说了，我也可以开始。你们仨去，你们仨小嘴巴巴，你仨怎么不去？人家世界上最惨的人，人家恨不得家破人亡，你们去试一试。哎，你们去试试这个社会的。飞飞老师慢点说，你仨咋不去试啊？来，我就一句话，崩溃，对方的观点是要藏起来，别人能藏不藏得住我不知道，反正飞飞老师没怎么藏住。我没有崩溃啊，我很开心。就是他们就是听不懂，为什么爱崩溃？就是听不懂别人说话，听不进去，找合适的时间、地点、方式去崩溃，不是让你憋死，就忍一忍，坚持几步就到家了。说了100遍，他们非说我们不让崩，我们就想科学一点崩，他们就说我们不让崩。好，找点，就算了。我觉得菲菲刚刚整个的那个奇袭的表现和他撤退就是典型的崩溃啊，就是回避交流。成年人的崩溃就是从算了开始的。菲菲回去的时候就是算。怎么就算了的？不，那你给我表演一个不算是怎么着的？你过去，你演一个。李诞，我问你啊，你是成年人吧？应该可以吧，偶尔是。所以你说你常崩溃嘛？我常，而且你也没怎么打算藏，对不对？对。所以你后来有体会到什么好的结果吗？康永哥，你手边还放着我正好送你的新书。有的，叫做后场，这个是李诞同学的新的小说作品。我那本小说7万字就写了我一个崩溃的过程，然后收获就是我通过这本书，我交了很多新朋友。对，就是我以前一些我很尊重的作家，我感觉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他有交往的，结果我就只是紧紧的把我的崩溃送给了他。他说：“哎，李诞，我有时候也这样。”我觉得李诞的这个题目其实不是藏起来，是成年人的崩溃要不要卖出去。你讲的非常好，对不对？因为大部分的艺术创作者都是在卖他的崩溃啊，对啊，他画成那个样子，他衣服穿成那样，全部都是因为他崩溃了以后得到的一个力量。但是朋友们，他们总是最后把话题绕回到哪种藏叫藏，哪种不藏叫不藏。我就没藏嘛，我认为我没藏嘛。而且事实上你们都看见了呀，我已经都表现在那个，你们如果去购买的话。你连这句话都说得出来。好，我们双方进入结辩，先开后结，正方傅首尔结辩。加油加油！今天对方一直在说善待自己的情绪，非常动人。但我就是无法想象，我跟多乐同时看见一只老鼠，我抱头鼠窜说：“儿子加油，你上啊！”别说是一只老鼠，就算是一只老虎，我也会挡在它前面。今天我们的辩题里边有3个闪闪发光的大字，叫成年人。我们羡慕孩子，我们想像孩子一样想哭就哭，但是别忘了，正是有无数的成年人藏起崩溃，我们的孩子才能想哭就哭。刚才对方反复提到了2020，今年我们格外尊重每一颗眼泪，但是如果没有那些藏起崩溃、逼自己坚强的人，世界会怎么样呢？当全人类陷入绝望的深海，拯救我们的是一条叫责任的船。理智让我们停止泪水，并且把它磨成了珍珠。崩溃当然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是藏不住的崩溃只是伤痕，藏起来的崩溃才是勋章。谢谢大家。反方结辩。雪儿刚才讲的特别好，
在东方，责任这个山已经足够高了。你见过历代圣贤所谓的为民请命，他们要背负这个责任。孔子说这个的时候说得非常动人，他说把人作为使命，仁义的人背起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做的不是让所有人下那座山，我们说，在这个值得活的人世间，还有另外的一座山，就是让自己的情绪得到足够的释放。因为你的所有的人生中，不是一直都在扮演母亲的角色，不是一直都面对大的老虎，不是一直都在驾驶不断飞行并且有可能坠毁的飞机。如果一个人的心中他只有对方的那座山是使命，非常值得骄傲，但人生难免困苦。而且这座山往往不是普通人爬的，各位。我们今天为普通人修另外的一座山，我们尽最大的力劝各位说，那里的风景也相当不错啊。来，我们全场观众给今天的正反方投票。5、4、3、2、1。我们暂时先把这个令人崩溃的结果也先藏起来哈，一会儿不知道正反方谁会崩溃，谁要重演菲菲的悲剧？刚刚那个太精彩了，演得太好了。我要请坐在导师席上的女神及各位导师跟我们分享你的出发点和观点。刘教授，你会藏起你的崩溃吗？我会。如果按照首尔刚才讲的那个我们现在通常理解的崩溃的这个词，我当然是一直在藏自己的崩溃。有崩溃的话，也就是说很容易失控的情绪，在这里边有成长，有自己的反思，而且藏还意味着是可以跟好朋友分享。那当然这是一个好的方法。我觉得那个他们是正方吧，正方在很大程度上说服了我。我会藏，对。那你就反过来，我可以反过来。啊！哎呀，原来你这个人会听得进去别人讲话，真的。这个就叫做从善如流啊，真的是。哎呀，李诞兄，我就讲一种主张吧，我就主张不要藏任何崩溃的情绪。这个题我觉得最好玩的是成年人，说成年人的崩溃要不要藏？但是朋友们，大家都是从小孩长起来的，你们小时候崩溃就不藏吗？都让你藏。哎，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我都忘了我第一次听这句话的时候我几岁了。你回忆一下，你只要有记忆那天开始，你就是大孩子了。就说哎，大孩子了，你别哭，是吧？你出去听所有家长都说别哭，别闹，别哭，回家再说。老实点，是吧？从小都这个。我是觉得整个大家从小听到的这个主张太多了，所以我主张就哭一哭嘛，就别藏了。崩溃在今天的职场是一种非常非常高效的沟通方式。耍赖吗？真的，朋友们上过班的都知道，但是我只建议用一次。这是我跟我的同事沟通过程中发现的，就是我的同事经常崩溃，我也会崩溃，然后有时候接到一个电话，哇哇一顿哭，给我一顿骂。我说好，你的问题我终于知道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咱俩今天的沟通非常高效，但我只建议你这一生就用这一次。我觉得你有过这一次崩溃呢，你就算成年了，你就算可以负起责任了，你知道怎么回事了。然后我呢，我可以感受到他的崩溃，我觉得我也算是可以成年了。那我觉得整个成熟的过程，从允许自己崩溃到允许别人崩溃，都是要自己发现的。知道自己是个很脆弱的人，是个弱智，原谅自己，知道自己是个未成年人，慢慢的就走上这个成年的道路。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干总，照你刚才的说法，就是一步一步的迈向成年嘛。所以题目不就跟你讲了吗？就等你迈向成年之后就可以藏起来了。我觉得成年人的另一个标志就是不是那么喜欢争输赢。如果崩溃是这么有效的一种沟通方式的话，就不应该像李诞兄说的可一不可再。你在职场里面崩溃1次2次大小，博得有人同情，你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沟通机会，但是这些是有积累的。你崩溃的时候，别人是有记忆的。
所有这些被积累起来的对你这个人情绪是否稳定的这个记忆，终有一天是会起作用的。一个人的情绪稳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在工作的空间里面，有随心所欲的空间，也有自作自受的空间。多一分努力就多一分收获，少一分克制就少一分回报。崩溃是可以博得同情的，但是工作的机会和你的声誉，你努力去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每一分的努力，你的自律，别人都会有记忆。当机会来的时候，机会是会更偏向那些自律的人，控制自己的人。所以呢，我们就要知道，你去克制自己是一种值得追求的努力，是一种优秀。就给大家贡献一个这样的看法，谢谢大家。姐，哎，怎么样？咱们崩溃吗？首先，你们理解的崩溃，为什么把崩溃只理解成简单的当众嚎啕大哭呢？没有说崩溃就必须要当众呼天喊地，然后嚎啕大哭、撒泼打滚，那叫崩溃。崩溃有各种形式，他可能木讷了，不讲话了，他崩溃了。现在因为用这个词儿，把这个词儿用得太廉价了。到了我这样的年龄，我们要面对亲人的离去，然后婚姻的坎坷，你会面临让你濒临崩溃的时刻。对我来说，崩溃是不可控的，可以用理性控制，还分析回报的崩溃，不叫崩溃啊！这是我的一个态度。谢谢大家。那我们就来聊一下关于你所经历过的这些。我想当场崩溃。康永哥，你是藏得很好的那种人吗？我试过不藏，结果没得到什么好处，所以我就如果今天那是什么时候？比方说我有一次在奇葩说，我就当众大哭啊。那一次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崩溃，可是的确像熊浩所说的，大家都会给我加油，会安慰你。然后呢，对于我的处境不会有任何改变，就是这个世界还是它原来的样子。所以幸好我并没有寄望别人来改善我的处境。所以如果别人有表达善意，我非常的谢谢。可是我没有天真到认为，因为我哭了，我就换来了温暖，可以帮助我活下去啊。所以这是两件事情。我是真心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人生不能寄望在别人身上，不管别人是恶意还是善意，都不要寄望在别人身上。那你藏不藏，其实就在于你在不在乎别人。如果你根本就觉得别人帮不上什么忙，那你在别人面前展现崩溃这件事情是换不来什么的，它换来很多别人的干扰。我认真的讲，就是李诞刚才讲说，这个公司里的人如果在你面前崩溃了，作为公司的主管会关切他，然后会觉得这个人真性情，可是同时也会在心里面想，我本来可以处理别的事情的时间，我现在得处理你的情绪，那这个是成本。然后下一次有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会不太敢跟这个人一起去出这个艰难的任务，因为我怕我得处理他的情绪。所以如果在座的各位希望听到我的建议，我的建议就是这个题目叫做要不要，表示你还是有能力选择要或者是不要的。如果你已经没有能力选择了，我们何必讨论这件事呢？就是在你还有能力选的时候，我的建议会是不要。我自己崩溃的时候，我试着就像傅首尔一样，我试着跟我的一些最亲近的朋友讲了这件事情。我虽然没有换到如同李诞那个9个哈哈哈的那个回应，可是大体上也差不多。就是而且我崩溃特别吓到我朋友们，就是他们觉得连你都这样子，那还怎么办？就是他们会说，他们会回一个很荒谬的答案，叫做不要忘记你是蔡康永哦。你觉得我作何感想？就是我在你面前崩溃，然后你提醒我是蔡康永，所以我不可以显露我的崩溃吗？你就知道他们帮不上忙，所以你就是把烦恼带给了一个无辜的人，然后你叫他做一件他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就是外卖小哥在路上哭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帮忙？如果你有办法帮，那很好；如果你没有办法帮的话，其实外卖小哥的暴露情绪只是他挡不住，
不是他选择说我要当众崩溃，不是，他只是没得选而已。所以我最后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座的人都很年轻，可是到你死的时候，你会留下一些永远不告诉人家的秘密，然后那些秘密当中一定有你曾经经历的崩溃，是你认为不是不足与外人道，是不值得告诉别人，因为只有你最懂。谢谢。奇葩说经常会讨论一些无事生非的问题。其实我看今天这个话题的时候，本来也是这么想的：什么成年人的崩溃要不要藏起来？就没事儿干点什么不好聊这个。但是他之所以就让大家把这个情绪给聊下来了，就是因为他还是有蛮扎心的那一面。无论我们什么年纪，年轻也好，有一些年纪也好，或多或少还是会被这个话题给扎到。每一个人，不管他无论怎么隐藏自己，说自己从来不崩溃，我不信，啊，他一定是真的，是真的。经常哭，喝多了抱着我娃娃哭，你们都不知道。其实这道题就是问你自己，你要不要藏起来你的崩溃？我坐在这儿听所有这些人在讲，包括什么叫藏，什么叫崩溃的时候，你不用问别人，你就问你自己。你有没有崩溃过？上次什么时候？然后你崩溃的滋味你自己是知道的，你不用去用标准去衡量它叫不叫崩溃，你就想你藏了没有？我告诉大家，我选择的是正方，是因为我藏了。为什么？我并不是要对别人负什么责任，是因为我受不了我自己事后的后悔。就因为我如果崩溃了，我事后缓过来，我会觉得我很失败，我承受不了那个挫败感给我的冲击。我10年前刚开始做电视节目的时候，我的第一个节目是被毙掉了，不是那一期，是整个节目被毙掉了。我在我的团队面前崩溃了，那可能是我工作上的最后一次崩溃，并不是我没有压力，今天我面对的压力可能更大。你比如说，别人的节目做得那么好，你怎么办？哎，别人节目做好了，别人涨价了不来了，你怎么办？哎，这不来了吗？你完全可以不做这个节目，但是赞助商那么有钱，你怎么办？难道这些不值得崩溃吗？但我10年前崩溃完那一次以后，我就没有再崩溃，是因为不是因为今天不值得崩溃，也不是我不想崩溃，是我无法面对自己崩溃的那个状态。所以你不用给别人交代，你就是交代不了给自己。所以这道题不关乎别人，这道题就关乎你自己的选择。你可以选正方，也可以选反方，你也可以没有立场。但是奇葩说还是希望跟你能讨论这样的话题。来，我们最后看一下今天这道辩题的胜方是。好冷呀，驸马，你不觉得冷吗？没有啊，我很好啊，甚至还有点暖。你怎么了？成年人的崩溃我是藏得住，可是这生理期又冷又痛的崩溃，我一点也藏不住。驸马，明明你也来了，怎么就我冷成这样呀？孤陋寡闻了吧？成年人暖腹黑科技送给你，苏菲好暖卫生巾，会发热的，肚子暖暖的，完美治愈你的不舒服。驸马，你怎么不早说呀？还有这种宝贝，那我拿走了。今天这道辩题的胜方是，恭喜正方。然后正方获胜之后，我们要在正方3位当中选择一个人确定晋级，也要在反方3人当中选择一人被淘汰。反方3位，我们给他们依次投票：刘洋、王磊、熊浩。反方2辩王磊获得的票数是38票。谢谢王磊来参加奇葩说，请您退居2排，谢谢。我可以说一句话吗？当然。那个飞哥真的淘汰了也不会崩溃，因为对我而言已经满足了。然后我觉得成年人一个
我觉得成年人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也要坚持自己的判断。我依然选择我的这个判断，因为我是一个高中老师，我每年都在高3的时候给学生举办一个18岁的成人礼，但他们在年纪上成人了，他们在法律上成人了，他们在心理上没有成人。所以作为一个高中老师，我一定会说，即便你已经过了18岁，成年人也千万不要藏起你的崩溃，因为我得帮他们，这是我一个老师的责任。谢谢。好，谢谢王磊。来，反方3位请就坐。好，正方3位，我们依次给他们投票。严文凯、臧鸿飞、傅首尔，请投票。正方傅首尔获得的票数最多，所以傅首尔获得的是淘汰，把本期的胜算拿捏得死死的。本场 MVP 傅首尔成功晋级下一赛段。让我们来看一看本期京东送出的 MVP 的礼物是什么？由京东超市送出的，妈呀！哇！哎，这个应该给我呀！京东超市特供喝到爽的巨瓶洋酒送给傅首尔。哎，就别往回拿了，你也不喝。哎呀！希望老刘别崩溃啊！京东超市陪老刘和蛋总小酌一杯。